这绝对是每个人此生必看的励志电影。它让我撑过了最低谷的那段时光，尤其是这段长达5分钟的死亡爬行，更是被无数影迷们封为人生宝典。有人被感动到热泪盈眶，有人找到了生活的动力。如果当下的生活常常让你感到挫败和无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故事。他叫泰勒，是一所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也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因为在他任教的6年来，学校从未赢过一场比赛。他每月拿着3000块的微薄工资，开个18手夏利天天熄火，停车也只能靠脚刹，甚至家里还会莫名的散发出阵阵恶臭，怎么也找不到源头，仿佛是在嘲讽他失意的人生。就连球员们都嫌弃他。泰勒辛辛苦苦培养了3年的得分手，结果在高3这年转去了敌对学校，而且这已经是第3次发生这种事了。他不禁质问老天，这是为什么？ Well,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nobody wants to be on TV going, "We're number 6, baby. We're number 6." Well, you asked. 不过这一切还真不能全怪教练。这些球员没一个喜欢学习，考起试来全是50几分，所以总是被老师留堂补习。这也导致他们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训练，就算有空训练，也不过是敷衍了事，让球员练习下射球。第一脚踢歪了，第2脚上天了，第3脚甚至直接干在了队友身上。这样散漫的队伍还拿什么来赢球呢？果然不出所料。新赛季才刚刚开始，泰勒的老鹰队就轻松拿下3连败。看到这个结果，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对着球员们破口大骂 You can't win football games if you don't play together as a team. 可是队员们已经散漫惯了，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痛不痒，无所屌味。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泰勒的情绪彻底崩溃。这天他独自在办公室思考了很久，他该如何带领球队走出困境呢？当他下班路过教室时，却听到一众家长正在讨论解雇他的事情。有家长说他人还是挺不错的，可另一个家长立马反驳道，我儿子只有赢球才能上名牌大学，这和他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现实总是这般残酷，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又有谁会在乎你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呢？更让泰勒难受的是，他最信任的助教也在其中，他的心瞬间凉到了极点。工作不顺心也就算了，就连想要个孩子和妻子努力了3年，他也未能如愿。他鼓起勇气去医院检查，这才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因为巨大的压力退化了。泰勒感觉自己的人生彻底陷入了灰暗，每天凌晨3点，他都会焦虑的睡不着，独自坐在客厅。妻子看到后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的为他祈祷。可妻子越是体贴，越是让这个男人深深的自责。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比别人更加的努力，却活得比谁都要失败。 Brooke, I can't provide you a decent home. I can't provide you a decent car. I'm a failing coach with a losing record. And I can't give you the children you want. What's God doing? I mean, why is this so hard? 最后夫妻俩各自抱头痛哭。第2天一早，从不信教的泰勒再也忍不住向上帝祈祷。失败和恐惧已经像巨人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球队里被巨人吓怕的可不止他一个，还有这位瘦小的学生大卫。他是刚搬到这里的新生，家里有位双腿残疾的父亲，自身的矮小和生长环境让大卫从小就敏感懦弱。当父亲鼓励他加入学校的橄榄球队时，他眼里闪烁着渴望和忧虑。他害怕自己踢不好球，更为自己的不够强壮而感到自卑。父亲耐心地引导道，你不能害怕失败，每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在家等着球队主动找你，那我看是没戏了。在父亲的鼓励下，大卫终于鼓足勇气加入了校队。不过因为体格的原因，他只能当个替补。新赛季的3连败他也在场。回去后他竟然告诉父亲，我很庆幸教练没有让我上场，这样我就不会把事情搞砸了。 That's fear, son. I just don't want to embarrass the team. David, I've asked God since you were a baby. Then why would he make me so small and weak? 不久后迎来了球队的第4次比赛，在判的一个任意球时，教练决定给瘦弱的大卫一次机会。父亲也在一旁期待地看着儿子，可大卫这一脚并没有进球，他懊恼地垂下了头。父亲一眼看出他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恐惧。回家时，大卫失落极了，他丧气地对父亲说：“我真不明白教练为什么要让我上。” Did you do your best, son? I knew I was going to miss it before I even kicked it. Your actions will always follow your beliefs, David. Dad, I can't even kick it straight. And I can't walk. Should I just stay home and pout about it? If you accept defeat, David, then that's what you'll get. 但现在的大卫并不是很理解父亲的意思，而这次比赛的失利也让学校的高层愈加不满。他们再次找到助教，希望他顶替主教练，结果又被泰勒撞见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强硬地怼了回去。这天，学校的心理教授觉察到泰勒最近情绪低落，于是他说：“上帝托自己过来转达几句话。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你在这里还有一扇敞开的门，除非你自己不愿打开。”说完这些，他便转身离开。泰勒赶紧追出去询问：“那为什么我每天都诚心祈祷，可上帝却从没有眷顾过我？”教授闻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有2个求雨的农民，他们一个每天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做，而另一个在祈祷的同时也会去田里锄好地，做好播种的准备。
Which one do you think trusted God to send the rain? Well, the one who prepared his fields for it. Which one are you? God will send the rain when he's ready. You need to prepare your field to receive it. 老教授短短的几句话瞬间点醒了泰勒。当晚他沉思良久，终于想明白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做。如果想要赢球，那首先得解决球员们的思想问题，让他们知道球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妻子看着他写满的条条框框说 So this is your new team philosophy?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is applies to all of life, not just football. Well, that's my point. 第二天，他便召集球员们开会，问他们来这里的目标是什么。Win ball games. Then what? We get a trophy and people talk about us. Maybe, for a while. Then what? I don't know. Get a scholarship, play for college, and coach Little League. 可泰勒却说，如果你们最大的目标只是为了赢球，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即便是冠军奖杯，也会有积满尘埃被人遗忘的那一天。所以赢球只是我们人生中最小的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怀有自己的信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彰显生命的荣耀。看着似懂非懂的球员们，泰勒直接把他们拉到训练场，让他们练习一下死亡爬行。刚开始球员们都很有干劲，可还没爬到10米，所有人都直接瘫倒在地，然后坐到一旁嬉戏打闹。泰勒问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练了。一名球员说，像我们这样的垫底弱队，根本不可能赢得了下周5的比赛。既然结果已经注定，那我们再怎么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泰勒闻言没有反驳，而是叫出队长阿杰说，接下来你务必要拼尽全力，我要看到你最好的表现。说着他便用黑布蒙上球员的眼睛，然后让他趴在地上，再让另一名看似瘦弱的队员躺在他背上，双腿收缩悬空。这就是被称为死亡爬行的人体极限运动，而且爬行途中膝盖不能着地。阿杰平日的极限是30米，可泰勒却让他爬50米，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旁的队员全都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但泰勒可不管这些，他继续引导着两人煎熬地向前爬行。果然还没过一会儿，阿杰就问教练，到20米了吗？教练说，你不要管到没到，只管尽你的全力继续爬行。此时已经累得不行的阿杰想要停下稍作休息，却被泰勒立马阻止。他在一旁不断的呐喊和鼓励。很快，刚刚那群还一脸戏谑的队员们，此刻全都难以置信地站了起来，因为现在已经到50米了，他们面前的两人竟然还在继续向前。Then you negotiate with your body to find more strength, but don't you give up on me, Brock. You keep going, you hear me? You keep going, you're doing good. You keep going. Do not quit on me. You keep going. It hurts. I know it hurts.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It's all hard from here. 30 more steps.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Keep going. Burn. And let it burn. Burn. It's all hard.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Come on. Keep going. 20 more steps. 20 more. Keep going, Brock. Give me your best. Don't quit.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10 more steps. 10 more. 10 more. 10 more. Keep going. Don't quit. Give me your heart. You can. You can. 5 more. 5 more. Come on, Brock. Come on. Don't quit. Don't quit. Come on, Brock. 2 more. 1 more. 最后阿杰累得精疲力竭，直接瘫软在地上，虚脱地问道，现在一定有50米了吧？而他背着的那个队友抽动着喉咙早已哽咽，因为他们已经爬到边界，足足爬行了100米的距离。泰勒这才告诉他，你刚刚背着一个120斤的人走完了全场，我需要你带领全队走向胜利，我可以相信你吗？阿杰坚定地点了点头。此时一旁的队友突然打断了教练。 What is it, Jeremy? I weigh 160. 这下泰勒自己都被惊到了。当一个人全力以赴的时候，居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现场所有的球员都被这一幕深深地震撼到，就连本想背叛他的助教，此刻也对泰勒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这天起，整个球队犹如重焕新生，他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开始拼了命的疯狂训练。人一旦有了信念支撑，所有困难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后，这支曾经懒散的球队终于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凭借着一往无前的信念，拿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而努力一旦有了回报，往往能给人极大的信心。他们不仅在训练上更加刻苦，在学习上也变得认真努力起来。常年考50几分的队长阿杰，这次竟拿到了满分。其他队员的出色表现也让各科老师们刮目相看。他们渐渐走出失败的阴霾，一个个都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那个之前踢球经常干队友身上的大卫，现在居然可以踢出完美的任意球。还有这个球员麦克，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差，因为父亲总是强迫他做事，还想把教练辞退。泰勒得知情况后，反而劝他应该试着尊重父亲。麦克很不理解，泰勒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更爱你。在教练的耐心开导下，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天，父亲正忙着开会，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
父亲还以为他又是来找事的，结果儿子却吞吞吐吐地说 Dad,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e way I've been acting. I got right with God today. And I just needed to say that from now on, I respect your authority. Whatever you say goes. 说完，麦克便转身离去。看到儿子迷途知返说出这样的话，父亲已经感动得说不出话了。他好奇地望向窗外，这才明白儿子的改变全都得益于泰勒的教导。一旁的商业伙伴满眼羡慕地说道 For what it's worth, I'd give my right arm to hear my son say that to me. 或许只有当了父亲的人才能体会到他此刻的心情。这天，泰勒正准备下班回家时，突然发现自己的10把手夏利竟然不见了。他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还会有人偷这坨废铁呢？这时，朋友发现旁边崭新的猛禽 F150上贴了张纸条，上面说这辆车是学校送给泰勒的礼物。朋友拉开车门一看，合同上果然登记着他的名字。泰勒惊讶的皮包都掉到了地上，而不远处的麦克父子俩看着这一切却会心一笑，原来这辆车正是他们赞助的。泰勒摸了摸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已经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将这份感动化为了力量，带领着球员们赢下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最后他们竟闯进了半决赛，这可是10年来的第一次。学校更是破天荒地给泰勒涨了工资。You see, I got a raise today. You did? $6,000. Are you serious? You know, that's exactly the way my wife's gonna respond. 当然，凡事不可能一直这么顺利下去。半决赛那天，他们遇到了实力强劲的黑豹队。这个球队整个赛季一场都还没有输过，他们无论是进攻和防守技巧，还是身体素质，又或者是球员数量，都远远胜过这个刚刚崛起的队伍。比赛结束，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比分停在了28比10，老鹰队彻底惨败。这也意味着整个赛季结束了，球员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如果是以前，泰勒肯定会骂得他们狗血淋头，但现在他心里很清楚，这群孩子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泰勒安慰地说道：“今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打破了校史纪录，这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们已经问心无愧了。似乎积极的人生从来不会被辜负。”几天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黑豹队违规使用了2名20岁的超龄球员，被协会取消了比赛成绩。这也就意味着老鹰队还有争夺冠军的可能。队员们一听，浑身的热血瞬间沸腾了起来。可转眼他们就绝望了，因为决赛的对手是一个蝉联了3年冠军的巨人队，对方不光块头大了他们许多，就连替补的人数都是他们整个队伍的2倍。面对这种空前强大的对手，老鹰队根本毫无胜算。泰勒看出了大家心中的恐惧，赛前他慷慨激昂地说道：“请扔掉你们心中所有失败和恐惧的念头，因为只要有一丝的存在，它就会壮大成一个巨人一样，压得你抬不起头。你们要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奋力向前。无论结果如何，这份荣誉永远都属于我们。”不出所料，比赛刚开始，巨人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打得老鹰队措手不及。他们接连达阵得分，看到这种情形，对方的教练骄傲极了，认为这肯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表演赛，所以他要求球员们必须冲锋达阵，不得使用毫无观赏可言的任意球。比分很快来到了14比0，老鹰队被对方彻底碾压。但泰勒却看出了对方的破绽，他暂停比赛，告诉队员们，对方已经在骄傲了，骄傲将会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头巨人。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只要扰乱他们的节奏，我们就有机会再次开球。比赛继续进行，面对比自己强壮数倍的巨人队，老鹰队用身体组成一道人墙，他们竭尽所能，寸步不让。几个回合下来，巨人队果然出现了疏漏，队长阿杰趁机抢断成功，在好几人的围追堵截下，他仍旧奇迹般的达阵得分。这个小小的胜利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也点燃了队员们心中一往无前的气势。上半场很快结束了，他们将比分追到了14比7，但泰勒心里很明白，接下来对方肯定会派出替补队员拼体力。他告诉队员们，接下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我们肯定是拼不过了，但我们可以智取。很快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泰勒安排的战术果然有效，队员们利用假动作和灵活的走位，一次次突破对方的防线。眼看比分即将追平，气急败坏的巨人队偷偷耍起了阴招，直接撞废了老鹰队的踢球手。尽管他们很卑鄙，但这就是体育竞赛的残酷，泰勒只能让瘦弱的大卫顶上。比赛继续进行，双方进入到漫长的拉锯战，巨人队一次又一次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老鹰队却凭借着顽强的信念竭力抵抗。他们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反击。很快时间只剩下最后2分钟，巨人队以2分的优势微弱领先，可因为缺少替补，老鹰队的队员们已经耗尽了体力。 Coach, I'm done. Someone else has got to lead. 教练却一次次的鼓励他们。I know you're tired. It's easy to lead when you're strong, but now is when you lead. It's right now. Can you give me 4 more downs? I just need 4 more downs. 4 more. 队员们终于一个个再次站了起来，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用身体组成人墙，阻挡着巨人队不要命的进攻。队员们一次次透支体力，泰勒就一次次嘶吼鼓励。
在最后一刻，阿杰终于瞅准机会再次抢断成功，然后迅速冲刺，最终停在了50米处。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2秒，他们想要获胜，唯一的机会就是踢进一个3分的任意球。泰勒再次找到了瘦弱矮小的大卫，可他却说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他最好的成绩是39米，但现在足足有50米。台上的讲解员也很不理解，老鹰队怎么会派一个体重只有125斤的球员射门？更何况此时还是逆风。大卫的父亲见状，推着轮椅来到巨人队球门的后方，他高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泰勒这时看出了大卫心中的恐惧，他连忙叫了暂停，对男孩说 Come here. David, you telling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miss this kick? Coach, it's too far. Listen to me, but you have got to give me your best and leave the rest up to him. Will you do that for me? 事到如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只能默默祈祷，期盼着奇迹出现。为了鼓励儿子，父亲竟然离开轮椅，慢慢站了起来。一旁的人想扶他一把，父亲却说：“不要扶我，我要站起来让我儿子看见。”他高举着双手为儿子加油。大卫被父亲的举动深深鼓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风向突然转为了顺风。大卫不再犹豫，拼尽全力，一脚将球踢出。King is up, it's on its way. It's long enough, it's high enough. Does it have the distance? It does, it's good. 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泰勒让大家永远记住今天的胜利，记住今天拼尽全力的自己。他们战胜了巨人队，更准确地说，他们是战胜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巨人。就像大卫的父亲所讲，我们一旦接受了失败，那生活带来的也就只有失败。所以当我们的人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面对那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时，一定要坚定自己心中的信念，全力以赴地去战胜你心里的那个巨人。